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就做重播超越吴谨言新剧，观众审美是否正在觉醒？内娱影视圈最魔幻的剧本，往往不是写在纸上的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收视碰撞。谁能想到，在眼下这个档期里，处境最尴尬的会是正处于宣发期的新剧女主吴谨言。她和陈哲远搭档的全新古装剧《玉婷瑶》刚刚亮相，本该是话题中心的绝对焦点，结果半路杀出一匹黑马，硬生生把大众的注意力抢走了一大半。更抓马的是，这个对手甚至不是什么同期对打的新秀，而是诚意在多年前拍完的一部积压老剧。这种新旧交锋带来的荒诞感，直接撕开了当下剧集市场最真实的一角。这场截胡来的毫无预兆，把时钟拨回2021年，宇军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然而就在2026年7月，湖南卫视悄无声息地把他排进了晚间10点档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预热，甚至连常规的开播预告都没有。但这波纯靠自然流量的重播，却砸出了令人啧舌的后台数据。开播第一天，该剧的实时收视率直接飙到，市占率更是冲破了的大关，连续2日霸占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冠军的宝座。这部零宣发的5年老剧展现出了恐怖的底盘。在我看来，这种不讲道理的数据碾压，本质上是观众对优质剧集的一种饥渴性补偿。对比之下，玉婷瑶的开局就显得有些割裂。单看纸面实力，高人气男女主的配置绝对算得上头部项目，幕后团队也足够豪华。收视曲线其实也在往上走，从最初的0.22%一路爬升到了0.48%以上。但只要你稍微翻一翻社交媒体，就会发现这部剧的舆论基本盘已经摇摇欲坠。弹幕区和各大论坛里，针对剧情推进节奏和人物设定的负面评价几乎呈现出压倒性态势。这种收视上扬与口碑崩盘并行运转的奇特现象，恰恰暴露出流量剧的虚假繁荣。粉丝确实能扛起初期的播放数据，但留不住路人盘的耐心。观众的怒火很大程度上源于女主角孟庭荟的人设或不对版。前期宣传里，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女状元形象，她本该是个极其清醒的利己主义者，善于玩弄权谋，绝非那种等着天上掉救兵的传统弱女子。比如遭遇男主英雄救美时，她反手就能把对方推出去挡刀；面对别人的欺骗，她也会立刻重拳出击。听起来确实带感，但在实际剧情的落地过程中，这种所谓的新颖设定却变得极度扭曲。很多观众敏锐地捕捉到了核心逻辑的断裂。他的狠辣往往只针对身边人，遇到外围危机时反而显得畏手畏脚。这种披着反传统外衣的塑造方式，内里的行为动机却极不一致。他不仅没能立住人物，反而加速了观众的流失。角色设定的硬伤之外，吴谨言个人的表演方式无疑也是这场口碑危机的催化剂。从当年爆红的《延禧攻略》，到前不久的《墨雨云间》，再到如今的《玉婷瑶》，魏璎珞、薛芳菲和孟庭荟这几个名字虽然不同，但在屏幕上呈现出的质感却惊人的相似。观众渐渐发现，只要是这种带着锋芒的大女主，她总会条件反射般地祭出那一套标准动作，瞪大双眼，紧咬嘴唇，再加上那种永远不服输的硬傲姿态，所有的情绪反应都仿佛是被提前刻录好的。当一个演员把某种特质演成了熟练的工业品，扑面而来的就只剩审美疲劳。再反套路的剧本也经不起这种宛如人工智能般的机械输出。反观诚意在《与君歌》里塑造的齐燕，则提供了一个极具反差的正面样本。这个少年君主的角色本就有走在极端的边缘，
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脸谱化霸总，也不是单纯为了虐而虐的苦情男儿，背负着血海深仇，他必须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步步为营，表面上装的顺从隐忍，骨子里却在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筹谋与挣扎。导演陆建清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精准，直言他内心戏刻画细腻。事实上，这种极度压抑的情感尺度极难拿捏，稍微用力过猛就会显得苦大仇深，收的太多又会沦为面瘫。而程毅硬是靠着丰沛的肢体细节和细微的神态变化，把这个人物的复杂层次一点点撑了起来。这种带有强烈颗粒感的表演，直接赋予了齐燕跨越周期的生命力。有粉丝在复盘他的哭戏时总结得非常到位，称其千变万化，委屈、隐忍、悲痛、绝望各具神采。这种在隐忍中突然爆发的破碎感，让这个角色具备了极强的留白空间。他不是那种看完大结局就可以抛诸脑后的快餐式男主，即使在这5年间已经完成了27次上星播出，依然有大批观众愿意在深夜守着电视机反复品味。所谓剧集的长尾效应，绝不是靠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拼命刷词条造出来的，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粗暴，角色必须有足够的厚度和真实感，才能经得起观众拿着放大镜去反复回看。2部剧在当下的口碑倒挂，其实也折射出整个剧集市场风向的剧烈转变。退回几年前，行业内信奉的是一套极其简单粗暴的爆款公式：只要你手里握着大 IP， 请来顶流明星坐镇，再砸下海量预算进行全网轰炸，收视率基本上就稳了。至于剧情逻辑是否合理，演员演技是否过关，似乎都是次要的。但经过这些年各种低劣工业糖精的轮番洗礼，观众的耐心早已被消耗到了临界点。大家开始自发地抵制那些逻辑降智、注水严重的粗劣之作，转而向那些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寻求共鸣。这种用遥控器进行的反向投票，标志着大众审美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觉醒。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，玉婷瑶的遭遇正是当前古装剧深陷泥沼的缩影。题材同质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权谋虐恋、欢喜冤家的套路被反复咀嚼，制作层面更是流水线化，服装道具越来越精致，滤镜开得越来越离谱，但故事内核却越来越干瘪。更要命的是，部分演员在舒适区里彻底躺平，用模式化的演技应付差事。宇军哥能在这个节点上逆袭登顶，无疑是给整个行业敲响的一记警钟。他证明了只有扎实的剧本、走心的沉浸式表演和导演对细节的死磕，才是对抗时间流逝的唯一解药。这场新旧交锋的戏码，目前还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。玉婷瑶能否在后续剧情中挽回流失的口碑，依然是个未知数。但和0.48%这几个交错攀升的数据，已经把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所有从业者面前。当营销的泡沫被戳破，观众最终只会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立得住的灵魂。